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经典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上回说到大擂台赛，中国惨败，郭海皇紧急把规则改成了5v5的对赛，刃牙父子并起前嫌，联手御敌。第一场的战斗是奥利巴对战龙，龙的全文叫龙书文，中国台湾人，9岁师从文四海，踏上武学之路。因为在擂台的优异表现，被黑社会看中招揽。黑社会之间会组织赌拳赛，每个组织派出一名代表，在夜店的舞池一决胜负。等会儿，舞池比武吗？比赛的结果往往是以一方重伤或者死亡告终。赌注从金钱到大厦，赌赛的形式也越来越专业，从普通人到职业选手，比赛也逐渐升级。从15岁以来，龙书文在这个擂台上毫无败绩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失败一次不就已经被人干死了吗？比赛正式开始，奥利巴脱下衣服，只剩一条拳击短裤，他被称作怪力无双，胸肌比屁股大，手臂比脑袋粗，整个人就像是一座肉山。反观对面的龙就显得有些弱小了，而且之前打的一直是黑拳，从没在这种场合现身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奥利巴径直走上前，而此时的龙还没有摆好架势，甚至没有看对手一眼。好家伙，你就是当代波塞冬！奥利巴一拳砸向龙，场上顿时涌起一股巨浪，龙竖起手臂抵挡，巨大的力量让他的双脚都陷入到了水泥地里。就在奥利巴再次挥拳的瞬间，龙的另一只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，两人的动作快到观众们都看不见。1秒钟不到，两人站定，龙的双手重新插回兜里，而奥利巴的腹肌被划开了一条口子。奥利巴再次冲向龙，龙的速度极快，一脚踩中他的脚，随后对着下巴就是一脚飞踢，这一脚踹得奥利巴差点没站稳。随后龙又是一套极快速的连招，打得奥利巴毫无还手之力。比起双手备战的姿势，他插兜的姿势虽然看上去破绽百出，却宛如在拔刀之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动作的居合一般，隐藏着浓浓的杀气。奥利巴见此也学着龙，将自己的手插进了裤衩里，龙却将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扇了奥利巴一个巴掌，直接把人都扇懵了。面对奥利巴的挑衅，龙看上去并没有生气，而是问他被攻击了为什么不还手？难道是自己的攻击太快了吗？说着，龙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挥出一拳，奥利巴被这一拳惊到抽出了手。随后龙又把手插回了兜里，让奥利巴攻击他。两人在之间的距离非常近，回过神的奥利巴也不客气，他双手高举过头顶，朝着龙就狠狠砸下。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龙猛地后退一步，一掌拍向奥利巴的双眼，随后一击击中他的喉咙。仅仅2招，奥利巴倒地不起。他小看了拳法，龙的姿势乍一看破绽百出，但其实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出手了，不是拔拳的时候才发动攻击，而是靠着扭腰的动作拔出拳头，拳头的加速在口袋里就已经完成。就算对方摆好架势准备攻击，出手也绝对不会比对方慢。奥利巴自然不会在速度上胜过他。而此时挨了一顿毒打的奥利巴终于回过味来，爬起来，他再次将手插进裤衩里挑衅龙，而龙这次也成功的被激怒了，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向奥利巴发起攻击。奥利巴被打得满头是血，但是依旧绷紧肌肉，纹丝不动。只见他慢慢的将手从兜里伸出来，然后狠狠2掌直劈龙的肩膀，龙脚下的水泥地瞬间塌陷，整个人白眼一翻倒在了地上。龙不甘示弱，又翻了回去，双手插兜，两人莫名其妙的开始了插兜较量。奥利巴再次缓缓的将手抽了出来，龙飞快拔拳直插奥利巴喉咙，然后一击踢向要害，紧接着对他的脑袋2连踢。龙对着奥利巴一顿乱打，但是奥利巴却完全放弃了抵抗，而是突然摁住了龙的脑袋，狠狠一个头锤砸了下去。仅仅一击，龙的鼻子就被砸歪，鲜血横流。龙没有认输，而是伸手劈向奥利巴的腹部，但是这一击下去，他的手指居然全部折断了，因为奥利巴只要绷紧腹肌，就没有人能够伤害他。说着对着龙的脑袋又是一个头锤，但龙还是没有放弃，用断掉的手指不断的击打着奥利巴的脸。奥利巴紧接着又是一个头锤，这下龙彻底失去了意识，但是直到最后一刻，他的手都插在了兜里。第一场战斗日美联军胜，这对中国队可是个不小的打击，对手实在太强大。郭海皇决定剩下的4场全部由他出场，但是话刚说完就被他的儿子春城拦下了，狂妄的表示剩下的4场他全包揽了。然而下一场战斗的春城的对手是刃牙，比赛开始，春城脱了衣服猛地冲向刃牙，刃牙不慌不忙从右侧闪过，一拳正中对方的下颚，导致春城的大脑和颅骨强烈碰撞，形成脑震荡。紧接着刃牙对着春城的下颚又是一记勾拳，再利用他倒下的坠势，左脚背使出回旋踢，仅仅2秒，战斗结束。刃牙退场和永次郎击掌，等到春城醒来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郭海皇气的当场断绝父子关系。第3场是季海王对战烈，双方都有着自己的信念，季想要引导日本青年，烈要维持他们4000年的武术史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季一上场又开始了自己的传销之路，邀请烈去日本传教，说着还对烈伸出手要握手，烈毫不设防的握了上去。谁能想到这货居然趁握手的时候偷袭，一拳扫向烈的门面，但烈也不是毫无防备，他反手制住季的关节，把人扔了出去，季在地上几个翻滚，安全落地。台上的观众见此都不禁痛骂季卑鄙，但是季却直呼斯巴达
拉稀再次向烈伸手，烈也依然伸出手紧紧握住。这一次继反手试图撂倒烈，把人背摔出去，但是烈猛地一蹬腿稳住身形，随后背部腹部一起发力，单手就将季狠狠甩飞。季下意识地护住后颈，又是几个翻滚。季嘴角一笑，第3次向烈伸出手，烈依旧握了上去，两只手在暗暗较劲。这一次是烈首先出手，铁拳直击季的腹部，接着一拳又一拳不断的轰击，两人的手依旧紧握在一起。季趁机对着烈就是一个过肩摔，并顺势扭断了烈的右手。围观的群众群情激昂，有几个胆大的直接跳下擂台，就要代表正义惩罚你，却被烈厉声阻止了。这里只有习武之人才能进来，跳下的几人被烈吓退了。不过他们也明白，此时出手就是对烈的侮辱，不过是右手不能用了而已。烈脱下鞋，单手摆出攻击姿势，两脚踹向季，他居然用脚趾就抓住了季的手指，随后猛地向下一拽，季被拽得狠狠被摔在地，看得观战的刃牙目瞪口呆。没等季反应过来，他的肚子又挨了一脚。惊叹于丰富的招式，两下过后，季突然蹲下身子，掐住了烈的脚腕，按压在了三阴光的交汇处。只要按压此处，即使是硬汉也会痛得站不起来。果然，烈脚下一疼，失去平衡，季趁机踹向烈的面门，眼看烈就要跌倒在地，没想到他突然发力，脚趾拽住了季的大胡子，反手不对，反脚把对方撂倒了。观众席上爆发出震天的欢呼。而此时的季突然开口，表示想要治好烈的胳膊，体验一下烈真正的拳法。但3番5次耍阴招的他，明显已经失去了观众的信任。面对季再次伸出的手，烈还是选择了相信。季的愿望是能够在日本普及拳法，如果连区区拳法家的招式还挡不下，那还算什么防身术？结果刚说完，对烈就是一个背摔。就在众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中，季却又是一提一扭，还真的治好了烈的手臂。比赛重新开始，烈对于季说的区区拳法家的话非常在意，因为在季的眼中，拳法也不过是拳法。烈突然一跃而起，瞬间拳法的虚影在他身后显现，拳头犹如密集的暴雨一样砸在季的身上，季根本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不断的护着脑袋，被动防御。烈一脚将季踹到墙上，紧接着又是数脚，季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反击，但是他的拳头却被烈轻描淡写的挡住，紧接着对着他的背部又是一记肘击。季清楚的明白自己根本打不过烈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彻底保护自己。季立刻抱头跪下，做出绝对防御的姿势，这一下倒是把烈搞傻了，到底还打不打了混蛋？偏偏季还不老实，非要去挑衅人家，怎么不打了？放弃比赛了啊？那太好了，我赢了哎！气得烈整张脸都扭曲了。没想到这货等的就是这个时候，站起来猛地后仰，头锤狠狠砸向烈，猝不及防的烈被砸得鼻血喷涌，连连后退，那简直是火冒三丈。别说是观众了，我都恨不得冲进去抽他2巴掌。烈一跃而起，再次朝缩成乌龟的季发起猛攻，背部承受的耐力为正面的7倍。如果是攻击正面的话，以烈这种要人命的攻击法，季早就倒下了。所以说护身还是有用的。最后烈打累了，对着季背上的一个穴位一摁，季突然整个人都不受控制的站了起来，解除了护身状态。一睁眼，烈已经在他眼前一拳打了过去。虽然这一拳让他失去了意识，但在倒下前，季紧紧的用双手拽住了烈的手臂，能接住他的全力不肯倒下，季赢得了烈的尊重。但是就在烈扛着季退场，想要将他交给刃牙治疗之后，季突然又蹦起来，死死搂住烈，让他和他回日本。这货居然装晕，避免自己被毒打。烈好不容易升起的佩服彻底消失，气得转身就走，这什么玩意儿嘛！不过终于在2次失败之后，中国这边总算是扳回一局。下一局，范海王对战小阿里。